著名的经济学家穆莱纳森和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沙菲尔经过长期的研究后发现，即便赶紧把活干完最要紧，少跑1、2天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对
较一下。这种思维看起来很高效，其实会让一个人产生大量的心智负担，这些负担会消耗注意力，消耗精力，进一步产生管窥效应，让我们只注重眼前的事儿，而忽视了真正重要的事儿。作者指出，稀缺的本质就是没有余弦，余弦的概念深入到了稀缺心理的核心，拥有余弦，我们就会拥有充裕的感受。4. 带宽不足，稀缺会引发带宽的不足，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带宽是我们的计算能力、关注能力、决策能力、执行能力和抵制诱惑能力的通称。我们从处理日常的事情到思考问题都需要带宽。全世界2.85亿人患有糖尿病，糖尿病虽然不能彻底根除，但是只要按时服药就不会出人命。为什么每年还有大量的人死于糖尿病？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人没有按时服药，大多数时候都是因为患者不按时服药才引发的严重后果。研究还发现，穷人在这个比例中占大多数，越穷的人越不按时服药。美国的穷人普遍更胖，不让孩子接受教育，不会去买保险，也不会打疫苗，不会定期储蓄，更不会投资。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们会认为这些事情很重要，但并不紧急，他们只关注紧急的事情。这就是带宽不足的原因，他们每天遇到的事会占据大多数的带宽，就没有精力去关注长期来说很重要的事情了。他们每天考虑的都是怎么省钱，怎么还信用卡，怎么交房租等等。也就是说，他们的心被一些琐碎的事占满了，没有余闲去想一想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困境。带宽的不足还会引起他们认知能力的下降。比如作者就做了一个实验，有一波实验者第一次测试，让他们什么都不想的去做测试题。第二次测试，提前对他们进行诱导，让他们想一想自己的经济状况，让他们关注自己缺乏的东西。这两组测试的结果显示，第一组的分数要高很多，这就表明带宽不足会影响智力水平。带宽不足还会进入一种游离的迟钝状态，比如我们在看电视，旁边有朋友跟我们说话，我们的回答总是心不在焉，这就是一种游离的状态。穷人真正缺的不是时间，不是金钱，而是带宽。他们需要有一定的注意力去关注真正的长期规划，去学习新的技能，去定期理财，这样才能最终跳出稀缺的怪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避免稀缺的产生呢？1. 节约带宽，要减少日常生活中需要做决定的琐事，就像扎克伯格一样，每天都穿一样的衣服，这样就减少了选择的麻烦。生活中这样权衡式的思维越少越好，不要为了省几块钱去浪费大把的时间，把注意力放在真正值得的事情上，集中在可以长期积累的事情上。有效利用带宽是摆脱稀缺的重要方法。2. 留有余弦，把重要的事情拉入管子视野中。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做起，挣2000块钱，我们可以存500块钱。也就是说，即便我们没有多少钱，但是我们也要定期储蓄，哪怕我们只是拿出一小部分进行投资。或者我们可以投资自己的技能和认知水平，尽量不要透支，不要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借高利贷。时间上再紧张，也不要透支未来的时间。当天的工作当天完成，时刻要记得未来还有未来的事情要做。别把自己的工作排得太满，按时的休息，让自己保持持续高效，定期让自己放空一会儿，它会拓宽一个人的带宽。牺牲休息时间付出的成本可是居高无比的。3. 设置提醒，穷人通常带宽负重太重，常常忽视了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那设置提醒就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把重要的事情拉回到视野当中，引起重视。比如我们要健身，就要设置好时间，定时提醒自己；我们要存钱，就让工资卡里的钱自动扣一部分进行储蓄，让忽视等同于默许，这样就能自动的让生活慢慢的向好的方向发展。从稀缺心态的角度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发生在穷人身上的众多失误。这些失误的不可避免，不是因为他们缺少积极性，而是缺少带宽。有时候一点点心态的改变，就会让自己的生活从恶性循环转向良性循环。关键就在于想不想摆脱穷人思维。稀缺是一本帮助我们理解、思考和解决忙碌和焦虑的书，它会告诉你为什么会陷入忙乱而无法自拔的境地，也将指导你如何摆脱这种混乱无序的混沌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打开你的视野，促使你不断深入思考，并妥善处理当下与未来的关系。所以星河觉得这本书真的值得一看，推荐给你们。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